终幻想7》以爆炸性的销量席卷全球后 ，Square 的《最终幻想8》刚一发表，就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本作对系列传统玩法进行了大胆革新，有许多不同于以往的变化。本作仍然由 FF7 的合金开发团队进行开发，历时近1年。由于前作在全球市场的成功，制作组在本作的开发过程中刻意加入了更多国际化的考量。相比 FF7 那种偏向黑暗压抑的风格， FF8 的世界观更加清晰明亮，剧情由野岛一成再度执笔，结合北濑加范提出的爱情故事主题以及野村哲也的校园设定。野岛一成将这2个要素综合后编写出最终剧本。考虑到前作有角色死亡的情节，所以本作尽量避免主要角色的死亡。人物性格设计上，除了优点也会刻画人性的负面部分，以增强角色的真实感。主角团在梦中见到的拉古纳等人，年龄都是20多岁，他们一直在战场上并肩作战，是对彼此非常了解的战友。相比之下，因为斯考尔还太年轻，并不理解同伴的重要性，双方形成了鲜明对比。野村哲也设计的角色当中，许多与原来设定有较大改动，尤其是利诺亚，她的性格变化之大，甚至让野村直言，她最终呈现出的性格与最初的设想相去甚远，自己难以驾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利诺亚一直都没有出现在《王国之心》系列中。どうかな。心なきものだ。关于召唤兽的设计也是他的工作之一，而且大多数都是经过简单讨论后就决定的。比如召唤兽 Brother 就是野村哲也在闲聊时突然提出的想法。在 FF8 企划刚起步时，当时的野村哲也因为制作 Parasite Eve 身处美国洛杉矶，只能通过电子邮件和远在日本的野岛一成讨论新作的方向。在这期间，导演北濑加范提出，希望这次的新作能更贴近年轻玩家，加入一些能让他们产生共鸣的设定。于是学员这个概念被第一次提出。野村哲也回国后，立刻就和野岛一成开始着手角色设计，主要集中在角色面部形象、画风的写实程度等方面。导演希望本作不采用传统中世纪风格，而是要加入更多现代流行元素，再结合奇幻风格。他还提出了枪与剑进行融合的枪刃设计，以这些内容为基础，逐渐形成了战士培育学校的设定。另外，除了角色设计，野村哲也曾参与过部分机械设定，像游戏中的飞空艇就是由他提供的构思草图，之后再交由专门负责的设计师进行完善。前作 FF7 的世界偏向蒸汽朋克风，而本作希望呈现出近未来科幻感的同时，还能保留幻想元素，所以才决定加入了魔女伊蒂亚这个角色。而这个角色其实是野村哲也曾经为 FF7 绘制的设计稿，北濑加范之前就对这个设计非常满意，终于在 FF8 中正式启用。游戏中东方和西方魔女的灵感则来自于绿野仙踪。在过场动画的某些场景中，将即时演算的角色与动画相结合。虽然这个表现手法在 FF7 中已有尝试，但在 FF8 中出现的更加频繁。游戏初期，角色穿过走廊这段，最简单的办法是给遮挡角色的部分覆盖与动画相同的图片，可实际情况却因为处理速度无法达成同步，
最终是靠程序员使用了某种小技巧才达成的效果。CG 动画与游戏画面间的过渡变得更加自然。制作组在动画切换的前5帧内，特意调整游戏画面与 CG 动画的中间色调，以实现更加柔和的画面切换。最终幻想8最初的开发目标就是统一角色在不同场景的头身比例，走写实路线，希望能借此吸引非玩家人群。玩家操控角色时，所有队伍成员都会出现在画面中。前作中角色在地图移动时使用的是 Q 版比例，战斗中则是正常比例。本作则力求在所有场景都保持一致。不过由于角色比例增高，可分配的多边形数量相较前作较少，如何在有限的资源内确保角色建模的细节，成了开发团队的重要课题。角色在不同场景中使用的模型也都不同，如何将外观统一也是制作时的一大难题。为了可以媲美 3D 格斗游戏的人物建模，还在模型的关节处使用了皮肤处理技术。虽然本作第一次导入了动作捕捉技术，但仅限于 CG 动画部分，所以游戏中所有的动作都是制作组参考动画中角色的动态进行手动调整的。过去的 FF 作品受限于表现手法，角色都只能用简单的2D 图像加大量文字进行表演，而本作使用 3D 正常比例的角色，动态表现上远强于2D 时代，这促使开发团队决定将故事的核心放在角色间的情感上。首要任务是如何打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于是从斯考尔与莉诺亚的爱情故事这个主题逐步展开。他们首先制作了2人相拥的过场动画，从而确定游戏的主色调和整体视觉基调。随后邀请插画家天野喜孝根据这个场景为游戏设计 logo。为了配合角色比例的变化，对场景的要求也变得更加严格。身为美术总监的质量有佑，为了能绘制出更贴近现实的背景，还特意前往学校取景。质量有佑在那段期间特别喜欢半透明色，于是游戏中东方魔女所在的艾斯塔被他设计成一座充满未来感并有着大量半透明色的城市。在战斗方面，开发组认为 RPG 经过多年的发展，应该有许多玩家和他们一样，已经厌倦了反复打怪练级、赚取金钱、购买强力装备的套路。所以从最终幻想8的开发初期，他们就考虑如何引入全新的战斗系统，想带给玩家与以往不同的体验。从发明 Active Time Battle 系统的一同意与之，对本作的战斗进行了大幅改革，把以往的召唤兽改成守护之力，新加入了抽取和连接系统。武器通过消耗素材进行改造，防具和饰品的概念被彻底抛弃。虽然是个非常新颖的设计，却也因为比较复杂，导致评价出现2极分化。深入研究的话，玩家就会发现其中的乐趣，而没有搞明白的玩家则是一头雾水。另外，本作取消了传统的打怪掉钱机制，改用工资系统，根据玩家的行动表现给予评级，评级会影响工资的多少。在大地图移动时，除了步行与系列传统的飞空艇外，还新增各种载具供玩家使用。开发团队还曾考虑在地图上直接显示敌人，可由于容量和硬件性能的限制，只能放弃这个想法。还想过大幅减少遇敌频率，让战斗变得少而精。经过一番利弊权衡，为敌方怪物添加了等级的概念，等级会随着玩家等级的提升而变化。对战斗画面和菜单占比进行了调整。开发初期，菜单是类似 FF7 的设计，可为了区别于前作，本作对菜单进行了大幅简化，使战斗时的视觉效果更加直观。在战斗画面的运镜上，也做到了全面进化。仅魔法咏唱就设计了24种不同的运镜方式。作为最终幻想系列首款引入动作捕捉技术的作品，由于是首次尝试这一新技术，开发团队也经历了不少失误。
例如在录制斯考尔挥舞枪刃的动作时，本可以使用轻便的材料制作道具，但他们却坚持使用纯铁打造的枪刃，让演员手持真实武器进行表演。虽然保证了武器的重量感和真实感，却也让北濑加范觉得后怕。利诺亚和伊蒂亚的动作捕捉演员为青木麻由子，在后来的《最终幻想十》中为女主尤娜配音，之后还为系列的衍生作品中出场的塞尔菲配音。大ピンチ！塞尔的动作捕捉演员森田诚一，后来成为《最终幻想十》男主提达的声优。本作的 CG 动画依然由神原干脸主导，总时长近1小时的动画，由30人的团队精心打造，制作周期耗时近1年，规模和质量都远超前作。由于本作的重点在角色塑造上，因此所有涉及人物的场景都由 Square 公司内部团队亲自操刀，外包内容的比例明显少于 FF7。相较前作，《最终幻想8》CG 动画的质量实现了跨越式提升，不过神原干脸却表示，质量的提升并非源自前作经验的积累，因为要制作全新的内容，反而需要抛弃来自前作的制作经验。制作软件也进行了彻底更换，动画质量的提升得益于团队成员自身的成长。怎么在保留野村哲也画风的基础上制作出偏写实风格的角色，也是他们努力的目标之一。在游戏的过场动画中，利诺亚有2次竖起食指的场景，一般可能会被玩家解读成利诺亚在问你是一个人吗？不过根据制作组解释，其实是利诺亚在用手指着天上的流星。游戏通关后的动画模拟手持摄像机拍摄，几乎所有角色都在这里登场。不过受当时的技术限制，最多只能同时对2到3人进行动作捕捉，制作组只能把分多次录制的内容进行合成。最终幻想8是首款加入主题歌的作品，而 Square 从一开始就决定主题歌用英语演唱，可一直为系列作曲的直松伸夫却强烈反对。他给的理由也很简单，明明是日本人制作的游戏，为什么不用日语演唱？不过可能是为了让游戏更加国际化，最终还是保留了用英语演唱的方案。虽然直松伸夫没能改变最终的决定，但他还是进行了一些低调的抵抗。游戏 OP 曲目的歌词使用了自创语。不过之后发售的《最终幻想9》和《最终幻想10》都采用了日语演唱，其中《最终幻想9》甚至有日英双语版本。主题歌很快就完成了创作，可由谁演唱是个难题。从西林迪翁到玛利亚凯莉，直松伸夫找来各类歌手的 CD 和开发组员进行筛选。某天，身为王菲粉丝的野岛一成带来一张王菲的 CD。直松伸夫之前知道王菲的名字，但对她的音乐并不了解。当他第一次听到王菲的歌声，内心的制约告诉他，这首歌应该由她来唱。王菲演唱的《Eyes on Me》单曲 CD 销量高达50万张，不仅在游戏界成为经典，在音乐界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在这之前，王菲在日本的知名度并不高，但凭借这首歌，让她收获了极高的人气，多次受邀参加日本的音乐节目，还在2000年获得了第14届日本金唱片大奖。相较前作，本作的音质表现也有了大幅提升，所有音乐和音效都使用了真实录音，并通过技术手段将数据导入 PlayStation， 使音质几乎等同于 CD 效果。游戏中的音效是特意前往洛杉矶，由曾参与电影《世界末日》音效制作的专业团队录制，为游戏带来的更具电影感的听觉体验。在游戏的开发中期，主程序意识到游戏的体量可能会远超前作，毕竟 FF7 都是勉强才塞进3张 CD， 而 FF8 的内容更丰富，如何把光碟数量控制在5 CD 以内，对身为程序员的他来说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另外，游戏对应 Pocket Station
可以玩一款叫《陆行鸟大冒险 RPG》的迷你游戏。在完成《最终幻想8》的开发后，团队的核心成员纷纷投入到新项目的开发。北来加范带领大部分核心成员，开启了《最终幻想10》的开发。伊藤裕之和部分成员加入了《最终幻想9》的开发团队。另一边，野村哲也和部分成员则投身开发全新作品《王国之心初代》。本作的体验版从作为 PS 游戏《武藏传》的特点收录，和正式版存在一定的差异。1999年的情人节前夕，《最终幻想8》正式发售，仅用4天的时间，销量就突破了250万套，4个月达到350万套。北美首周销量50万套，还是当时北美 PS 主机上销量最快突破100万的游戏。全球累计销量高达960万套，是系列作品中最畅销的作品。同年10月，《最终幻想8》被移植到 Windows 平台，内容与 PS 版完全相同。2014年推出 HD 翻新版，提高了贴图分辨率，加入高速模式、战斗辅助等要素，可音乐为 MIDI 格式，相比原版大打折扣。2019年 SE 面向全平台推出了《最终幻想8 Remastered》，本次移植的最大特点是对角色模型进行了重置，保留 FF8 副 PC 版各种便利机能基础上，加入了不预敌快捷键等功能。陆行鸟大冒险 RPG 被删除，以及一些细微改动。媒体普遍给予了本作高评价，尤其是在画面表现方面。《勇者斗恶龙之父》枯井雄二对 CG 动画大加赞许，故事也给予了较高评价。同时，他也指出，抽取和连接系统虽然深奥，但对于轻度玩家来说并不友好。在1999年 PlayStation 2的发表会上，公布了用即时演算重现斯考尔与利诺亚跳舞的场景。最终幻想8在画面和影音表现上都达到了当时业界顶尖水准，各方面都展现出 Square 在技术上的突破与野心。可由于剧情和系统相对复杂，让部分轻度玩家难以适应。随着网络的普及，有越来越多关于本作剧情和系统的分析，这也使游戏的口碑逐渐回暖。游戏的主题歌《Eyes on Me》更是成为最终幻想8的标志性符号。即便在多年后的今天，只要提到 FF8， 许多玩家的第一反应依然是王菲演唱的这首歌。虽然最终幻想8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它实验性的设计和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续作的销量，可以说是一部有着大胆创新，同时充满争议的作品。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觉得有趣，请点赞、订阅、留言，我会继续挖掘游戏开发的幕后故事。这里是玩大的 Nail， 我们下个游戏再见。よ。そうだな。
ああ、すまない。一